现在我到了伊利堡垒这个小镇，这个小镇是安省通往美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口岸。我身后这个大桥就是一个和平桥，是通往美国的水牛城巴夫洛。这座大桥每天通往的各种的商业车辆非常的多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通关口岸。站在这尼亚加拉河岸边，看着对岸巴夫洛城的车辆来来往往，非常的匆忙。再看加拿大的伊利堡垒这个小镇，非常的安静，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。站在这个岸边，说起水牛城，唯一能够想起来的就是水牛城的辣鸡翅 Buffalo Wings。伊利堡垒这个小镇是坐落在伊利湖和尼亚加拉河的起点的交汇处。这座桥梁每天通往加拿大与美国的商业车辆非常的多，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通商口岸。这是加拿大的边防检查站，每天从多伦多开出的商用车辆，很大一部分是经过这个口岸。它是通过401、403，然后走 QEW， 就到了这个巴夫洛的通关口岸。对岸就是美国的巴夫洛城，前面就是伊利湖。现在我到了伊利堡垒这个博物馆，现在就进去看一看。季节性关闭，但是这大门开着，应该可以进去看一看。只能从外面看一看了。看来这小镇到了10月份，来的游客就少了，可能就是天气转凉的原因吧。这个大门紧闭，就在沿着尼亚加拉河发生了一场与美国的战争。在美国独立战争以后，美国一直希望将尼亚加拉这个半岛，也就是伊利湖和安大略湖以及尼加拉河，它围成这块半岛呢，归为美国所有。当时加拿大并没有独立，这一块还属于英国的殖民地。因此，就美国和英国就在加拿大这块土地上干了一架。开始的时候是美国占有优势，英国在这一带的驻军呢是比较少，而美国集中了几倍的数量的军队渡过尼亚加拉河，很快将
英国军队击溃。但是后来英国军队重新集结以后呢，又将美国军队推回了美国领土。这场战争可以说并没有什么赢家。这就是伊利堡垒，这个小镇就是以这个堡垒命名的。我在伊利堡垒这个小镇收到了一个从 Rogers 手机服务发来的短信，说我到了美国，然后手机服务和网络开始了漫游服务，但是我人依然在加拿大安大略省。Rogers 的手机服务并不能覆盖伊利堡垒这个小镇，不知道为什么我人在加拿大还要付在美国的漫游费。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下次见。